一张迟来的照片竟让白鹿与曾舜晞成为全网焦点，真相远比想象更耐人寻味。一句无心备注引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12月本来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，对白鹿来说，更新一条社交平台动态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也是日常的一部分。没有预告，没有暗示，更没有任何特殊安排。但正是这样一次看似毫无波澜的操作，却因为一行没有删除干净的编辑备注，意外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。那句话很短，却格外刺眼，还差一张曾舜晞没给传。它不像官宣，不像玩笑，更不像精心设计的文案，它更像是后台记录、工作备忘或一次流程中的小疏忽。也正因为这种不该被看到的真实感，它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真正能引发讨论的，从来不是完整的内容，而是那些意外露出的缝隙。而这一行字，正好成了那道缝隙。网友的想象力在这一刻全面启动。当信息不完整时，故事就会自动生成。没给传这3个字，像是打开了一扇门，门后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，但几乎所有人都想进去看一眼。于是，评论区迅速被填满。有人开始分析时间线，有人回顾两人过往的合作，有人尝试从措辞里寻找情绪，也有人明知不该当真，却忍不住反复刷新。是不是合作期间的花絮照？是不是私下拍的合影？是不是只有当事人才能理解的一个提示？这已经不只是围观，而是一场集体参与的解谜游戏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理解拼凑一个可能存在的答案。情绪发酵的速度远远快过事实，不到几个小时，这条内容就被截图、转发、再加工，信息开始被放大，语气开始被夸张，情绪开始被推高。这是失误还是刻意？后台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？会不会本来就是宣传的一部分？各种判断在平台之间快速流动，但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真相。大家更在意的是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清楚，这件事绝不可能就这样结束。另一位当事人的出现彻底改变走向。就在讨论达到最高点时，曾舜晞出现了。不是发声明，不是转发澄清，而是直接走进了白鹿的评论区。一句话很轻，却分量十足。你好，你看看是这张吗？随后他附上了一张照片。那一刻，整个舆论场的节奏瞬间被改写，猜测被打断，情绪被点燃。因为这不再是网友之间的推理，而是当事人亲自回应了所有人的好奇。白鹿的回应让故事形成闭环。如果说曾舜晞的出现是反转，那么白鹿的回应就是定调。他没有回避，没有长篇解释，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：谢谢老师。语气自然，态度克制，却并不疏离，既保留了职业边界，也没有切断情绪连接。这一来一回，像是把所有散落的线索轻轻收拢，没有多说一句，却让人明白了一切。那张迟来的照片终于揭开真相。随着照片被补上，谜底也逐渐清晰。那是一张在颁奖活动上的团队合影，没有私密内容，没有特殊角度，更没有额外暗示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照片是用曾舜晞的手机拍的，于是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。白鹿等待照片是工作流程，备注没删是操作失误，互动回应是顺势而为。真相并不复杂，但热度并没有因此消失。是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？即便事实已经清楚，讨论仍然没有停止。有人坚持认为，这么自然的节奏不可能完全没有设计。也有人觉得，就算一开始是意外，后续也是聪明的应对。在当下的娱乐传播中，模糊地带
往往比标准答案更有吸引力。观众未必需要一个结论，他们更享受参与其中的过程。戏里戏外的边界被轻轻推开。这次互动让不少观众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错觉，好像角色之间的熟悉感被延续到了现实中，不是刻意营业，也不是过度亲密，而是一种刚刚好的自然。正是这种不解释的状态，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它不喧哗，却有温度，冷静的声音同样值得被听见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沉浸其中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。这样的互动会不会模糊公众的判断？会不会让正常的工作关系被过度解读？娱乐传播是否正在消耗真实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们提醒我们，热度之下，边界依然重要。一种新的传播逻辑正在成型。相比传统的宣传方式，这种低声量、高参与的模式显得格外高效。不是强行灌输信息，而是制造讨论空间；不是直接说服观众，而是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。这不是吵闹，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表达。为什么这一次格外成功？原因并不复杂，却非常关键。第一，看起来像意外；第二，当事人的反应足够自然；第三，观众拥有极强的参与感。当这三点同时成立，一次爆发几乎是必然的。但这种方式不能被反复使用，任何模式都有保质期。如果巧合太多，观众就会开始怀疑；如果互动太频繁，真实感就会被消耗。这种方式只能偶尔出现，一旦复制，就会失效。这件事真正留给我们的东西，它不只是一条热搜，更像是一面镜子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，情绪往往比事实更有力量，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。故事从来不是被单方面讲出来的，而是被无数人共同完成的。而这一次，白鹿与曾舜晞刚好站在了那个节点上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能看到最后，说明你不只是关心热闹，也愿意思考背后的逻辑。非常感谢你的耐心阅读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、补充，或者新的角度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你的每一条评论，都是这个故事继续延伸的方式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、不刻意的解析，记得订阅一下，并留下你的观点。我们下次再一起聊娱乐世界里的真实与表象。